7天之后，阿挺的神经渐渐正常，身体也复原了。出院时拉着我就要到爱多亚路一如萧红老四家去。我对妓院雅名淑玉的情况完全外行。一进妓院，门口的乡帮高呼客来。我们上了楼去，在房间坐下，几个莺莺燕燕把他包围起来，为他特地布置一间精美的小房间，供阿挺作为养息之所。朱斗文也来了，对老鸨说：“这位陈先生，你们叫他陈大少，一切事由陈大少照料他，所有账款都归我付。”说罢之后，立即离去，连我想说一句话也来不及。我在妓院中，大家都12分恭维我，口口声声陈大少，我听了之后觉得怪难受的。片刻之间，端出4只银碟装的水果，中间另有一只很大的糖果盘。4碟水果，一碟是暹罗文旦及泰国柚，连皮都全部剥光，晶莹光洁；一碟是花旗橘子及金山橙，一碟是青岛牛奶葡萄，一碟是西瓜子。我对4种水果中的花旗橘子其实还没有尝到过味道，正想动手去拿，旁边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用她纤纤玉手已送到我嘴边，我先尝试了一些，结果把全碟花旗橘子都吃光了。阿挺见到我这般模样，不禁笑了起来，说：“小阿哥，你到这里来，也应该尝尝滋味。向例我们追求一个女人是千难万难的，唯有到这里来，男人最威风，女人是百般迁就的。我只恨的是萧红老四，我出全力捧他成为花国大总统，现在他的阔户头多得很，竟然把我一脚踢开。今天我要找他来算账，见到了非把他一刀戳死了不可。”说时两眼凶光突起，就拿起一把水果刀，紧紧地握在手中。一房间的姑娘们人人花容失色。正在这时，楼梯上一阵脚步声，几个姑娘拥出了一个雍容华贵的绝色美人，即是萧红。阿挺见到萧红，妒火中烧，怒目而视，杀气腾腾。萧红不慌不忙，轻轻松松地对阿挺讲了几句极婉转温柔的话，只见阿挺顿时态度就软了下来，那把水果刀早已不知去向，叹了一口气对萧红说：“我条性命险乎送在你手中。”说完这句话，两个人像牛骨儿糖一般的扭在一起，阿挺一派神经现象，竟随风而逝。萧红本是广东人，但能说一口软而且糯的苏州话，个性温柔，不过肤色稍微黑了一些，可是她一颦一笑实在有倾国倾城的媚态，当晚就备了一桌菜来替阿挺消气压惊。那时萧红堂差忙得不得了，一会儿就不见了。阿挺又咆哮如雷，我在旁加以规劝。我说：“这个女子你是不配的，你究竟年轻，她只当你是一个小孩子，世故人情，你比她差上10万8千里。而且你的前程似锦，我劝你要坚坚决绝地死了这条心。”阿挺听了我的话，呆了一阵，说：“你的话虽有道理，但是我总少不了他。”我说：“以后和他做个朋友也就算了。”阿挺很忠厚，竟垂首默然无言。我们一边吃一边谈，饮的是6块钱一瓶斧头牌3星白兰地，吸的是茄利克香烟，这是当时最高的享受。两人饮了3杯酒后，我说：“你不如另找一个对象。”阿挺就叫了一个云兰阁，把自杀殉情的意图完全打消了。当时妓女出堂岔，坐的都是装有干电灯的钢丝包车，唯有萧红是第一个自备汽车出堂岔，
大约隔了1个半钟头，他回来了。见了这个情况，他也笑起来说：“一个客人不做一个小姐，一个小姐也不做一个客人，你这样才对。”萧红这样说，阿婷也做会心的微笑，当着萧红的面答应送云兰阁钻戒1只，翠镯1个。萧红很大方地对云兰阁说：“侬快点，谢谢朱大少。”一些没有醋意。第二天，阿婷要我请客，我坚持不肯。阿婷说：“书呆子，堂子里的规矩完全不懂，只要你答应请客，主人是不用花钱的。”原来上海妓院的规矩，请一次客要发10张8张帖，由每一位客人付出3块钱买票，还要拉2台麻将，每人坐下来，头钱要抽赢家的1/3。做主人的是一个钱不需要花的，主人就难在请客人。还有一点，凡是客人来，坐汽车的要给1块钱叫饭票，坐包车的给4角钱叫饭票。妓院中一席精致传菜，成本只花12元，所以一席所得剩余还是不多。但是豪客一定要请双台或双台，所谓双台，买票麻将的输赢也是加倍。双台买票每位6元，双台买票是每位12元。